大家好，我現在在上海虹橋火車站。每年到這個時候，國內就會進入一年中最忙碌的出行季節——春運。對很多朋友來講，可能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種規模的人流了。今年呢，有一個變化，上海的幾大火車站在春運期間呢，都開啟了通宵模式，候車大廳整夜開放，給夜間出行的人多了一份安心。今年的春運呢，是從2月2號開始的。那今天呢是2月10號，春運已經進入到第9天了。今天呢，想帶大家來上海虹橋站看一看2026年真實的一個春運現狀。我現在呢已經坐這個電梯上到1樓了。剛剛呢我是坐地鐵過來的，然後現在呢要去2樓，就是高鐵站的一個出發層。人確實很多啊，但是因為現在的火車站啊，它設計的非常的人性化，加上空間呢也很大，所以整個秩序呢還是比較有序的。不像我小時候啊，我記得印象中的春運都是人擠人啊，就這種場景是非常嚇人的。我現在呢已經走到了高鐵站的出發層，也就是2樓。那這邊要進入這個候車大廳呢，需要實名驗證和安檢了。那我們先進去看一看吧。雖然人流量很大，但是因為開的那個安檢通道啊還是比較多的，所以整個安檢的時間很快。除了這一排之外，前面還有一排也是安檢通道啊，所以我進站呢也就花了幾分鐘時間，非常快。進入候車大廳之後，左手邊呢有一排人工窗口，這邊開的窗口也挺多的，大概有5個。這邊呢還有一個遊園特色服務窗，估計如果是一些海外的朋友或者需要提供一些導遊服務的，可以從這裡問一下，給大家一個直觀的感受。這裡呢就是2026年上海虹橋站春運的一個現場，確實人流量超級巨大。我在現場看到的人頭是非常壯觀的，可能比我視頻拍出來會更加壯觀一些啊！真的是人超級的多。據我所知呢，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，可能也只選擇在春運回一次老家，因為對他們來講，回一趟家呢，可能也是蠻折騰的，然後又蠻費時間的。幾乎每個檢票口的隊伍都很長。像這個20號口的檢票口啊，這個隊伍一直排，我感覺都能排到那邊去了啊。雖然說趕路是非常奔波和辛苦的，但是隨着這幾年高鐵站的不斷發展，硬件設施呢也是越來越完善了。這邊的商業形態呢也是很豐富的。有些朋友來火車站等車，提前來到火車站呢，也不會感到很枯燥，因為這邊的商業真的很豐富。帶大家大概來看一眼啊。那這個下面呢就是候車大廳，就是人擠人的那個候車大廳啊。那麼我現在呢就是坐這個電梯啊，上到這個3樓來了。3樓這一邊呢都是各式各樣的一些商業，咱們去看一下啊。這一排休息的區域裡面呢，也是坐滿了人，有些旅客呢就直接席地而坐了，因為真的人很多，位子呢也不可能有那麼多啊。看前面呢，就是有一個便利店全家，還有賣水果的，所以你提前來呢也不會感到枯燥啊。想吃什麼，想喝什麼，其實這邊的選擇還是挺多的。又是一家便利店 7-Eleven 的，旁邊還有一個周黑鴨，居然又開了一家大白兔奶糖啊！星巴克，星巴克在旁邊呢還設了好幾張位子啊，可以供旅客休息。前面這一排商業也很多啊，我們大概的去看一眼啊。哎，我想看一下星巴克在這個火車站的價格怎麼樣？好像還可以啊，沒有說特別的加價賣啊。具體價格我也記不住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
這裡呢有一家麵包房，肯德基牛肉面，就是一些快餐类的还是挺多的。可以说每一家商户的一个吃飯的區域啊，就是那個就餐區，全部都坐滿人了。麥當勞也有啊。這邊有一個通道，穿過去呢會有更多的商業。咱們從通道的這個角度看一下下面的人流啊，也是密密麻麻的感覺啊。上海虹橋站呢是華東地區規模最大、等級最高的高鐵樞紐之一了。可能很多來中國的外國遊客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中國高鐵規模呢，往往就是在虹橋站。這邊的休息區域其實還是蠻多的啊，這裡面又是一排休息區域，幾乎每個地方都是坐滿了人。有些朋友呢就是席地而坐了。我現在呢來到了候車大廳，這邊呢也會有一些商業，像這裡有一家賣零食的來一份，還有一家易購超市。3樓呢幾乎都是一些商業了。今年呢4大火車站都開啟了通宵模式，我覺得這個還真的挺人性化的。畢竟有一些朋友他的火車如果是半夜或者凌晨，那麼他不如呢就提前來到火車站來等候。火車站的條件呢還是不錯的，雖然人多啊，但是裡面呢有空調，想吃什麼呢也可以有餐廳，不同餐廳的選擇。當然也可以找個地方坐一坐休息一會兒，直到等到火車開啟的那一刻。這一邊呢就是商務座的候車區了。上海虹橋站呢應該有兩個還是4個商務候車區啊。如果你買的是商務座呢，那麼這個體驗感會更好一些啊。因為裡邊呢又有吃的，然後又安靜，不需要擠在人群中啊。當然錢要花得更多一些。上海虹橋站的這個自助區域好像變大了啊。這邊呢是買各種各樣的水，前面呢還有一些冷飲的選擇，冰激凌之類的，還有這個應該是小朋友的一些玩偶啊，因為肯定很多家長會帶小朋友出門嘛。這邊呢還有一些充電寶，這邊的屏幕呢好像是加增了，以前我好像沒有看到過這個屏幕啊。在這個屏幕上呢，你可以看到自己要坐的火車在幾號檢票口，幾點開，狀態怎麼樣。旅途呢總是伴隨着疲憊，但是更多的是一種期待。那麼我們今天的視頻呢就到這裡結束了，感謝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們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